首先，我要恭喜清华大学的博士、硕士、学士毕业生，真的很为你们感到高兴。你们今天想必是非常的快乐，相信这个快乐的当下会永远留在你们的记忆里。我的人生哲理是必须先让自己快乐起来，才可以把快乐带给别人。我现在把我一生中对快乐的感悟跟大家分享。我在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正在彷徨迷惘的时候，机会从天而降。我得到琼瑶小说《窗外》的电影角色。你想一想，一个从街上找来不到100磅的害羞小女孩，竟然要担当琼瑶电影的第1女主角，对我来说简直是不敢想的梦想。我每天欢天喜地的去片场，欢天喜地的回家，像只快乐的小鸟。有时候电影收了工，我还舍不得回去，在片场徘徊，那种快乐的感觉我至今难忘。窗外在香港卖座超过港币65万。我的第1部在台湾上演的电影《云飘飘》超过台币400万。那个在50年前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。我一夜成名，成名之后，接着来的就是报章、杂志、电视的采访，应接不暇的片约。我从一个很单纯的学生校园跳入一个最复杂的电影圈。张爱玲说，成名要趁早，但是太早成名确实是招架不住。记得我那个时候拍白景瑞导演的《秋歌》，我站在墙边等着打灯光，导演说预备预备，我突然之间惊醒，原来我刚刚已经站着睡着了。那个时候我累得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。难得有1、2天休息，我站在镜子前面，仔细地端详自己。我发觉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很陌生，那是一张非常不快乐的面孔。我要看一下，非常的不快乐的面孔，皱着啊。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呢，是昏天黑地的拍戏，你知道吗？在人人都以为我年轻漂亮、有名气、片酬高，应该是最快乐的时候，那却是我最没有信心、最自卑的时候。我的性格要强，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最好。又不知道最好是什么。我怯场，因为我觉得我才华不够，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又要经常面对媒体和上台说话。刚出道的时候，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哑巴，就不用接受采访了。我的父母帮我签了人生中第1张合约，窗外的合约，就从3重市结束了
我们的家庭工厂，然后举家搬到台北市永康街4楼的一栋公寓。我住2楼，张佛谦教授住4楼。他是我生命中见过的第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我的好朋友都是杰出的校长夫人、校长、教授、博士、作家、艺术家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啊，最妄想做一个文化人。现在我几乎一只脚踏入了文化界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事。好，话说回头，我18、19岁的时候，我鼓起勇气跑到4楼去按张佛谦教授的门铃，我请他教我说话，怎么讲话。他送了我一本《说话的艺术》。其实我是非常喜欢我的工作，无论是上刀山下火海、飞天遁地，我都乐此不疲。但是就怕讲话，就怕上台。我现在比较没那么怕了，因为我接受了自己不完美，并且我明白世界上没有完美这回事。只要你尽力的去尝试，诚心诚意的去做，即使是不完美，相信大家也会原谅我，接受我。你们说是不是呀？谢谢。刚才有一点点不完美，忘了词儿，看了一下。20年前，我开始写作，跟读者分享我的所思所想。因为写作，我看了不少书；因为我写作，我观察和关心身边的人事物。学画画，我会注意美的线条，我会去美术馆参观，来充实自己。我打开五官，吸收天底下所有有趣的事。我开始真正看待自己的喜好。唱京戏唱得不好，我也勇于表演。我不是在做别人眼里的林青霞，而是在发掘自己，做自己有兴趣的事。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，是笔墨难以形容的。疫情初期，其他运动不方便做，只有行山最安全。我和高维元校长的夫人黄兴春教授第一次相约去香港山顶行山时，天气阴暗，我们2个人只带着一把小伞，走到一半下起倾盆大雨，小伞一点都不管用，山顶无处躲雨，我们全身湿透，却仍然顶着那把风雨飘摇中的小伞，缓缓向前走。这个时候，我想起了18年前去吴哥窟看的遇见千年巨石的，夹在千年巨石中间开出的3朵白里透着粉红的小花。小花经历了吴哥窟千年巨变，甚至被人遗忘了500年，仍能向着太阳，面对大地，开出美丽的花朵。我把小花的故事说给新春听，大家互相砥砺前行，企图在疫情的夹缝中找到快乐的因子。在这3年里，我出版了2本书，
镜前镜后和青霞小品，镜前镜后获得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的散文组推荐奖。新春出版了缘起香港张爱玲的《异乡和世界》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。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逆境里开出花朵的喜悦。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以后的第一志愿是进大学。本来想拍完窗外以后就去考，后来接了《云飘飘》，本来想拍完第二部戏就去读大学。电影卖座以后，就一部接一部停不了，直到拍了100部。其实我真人没念过大学，电影里倒是念过不少，还念过清华大学。没上大学的遗憾压在我的心里几十年，后来想通了，在社会上工作也是学习。如果4年一个大学，我从影22年，等于上了好几个大学。要学习，随时随地都可以。2023年，我获得香港大学颁证的社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。我的母亲一生都羡慕、崇拜有学问的人。如果她能亲眼看见她自己的女儿穿着博士袍，在这么多的博士、硕士、学士、毕业生面前演讲，她一定笑得合不拢嘴。现在我把我所有的爱和快乐献给你们。你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重要的，都有独特的使命，都是独一无二的限量版。希望你们做最好的自己，使自己发光发热，照亮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希望你们能够尽早完成梦想，让自己先快乐起来，再把快乐的种子散播出去，让世界因为你而变得美丽。祝福你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林博士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